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在法国南部摩纳哥和尼斯之间的蓝色海岸上，有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山顶村庄。由于整座村庄建立在悬崖绝壁上，类似老鹰的巢穴，因此这座小村庄也被称为鹰巢村。鹰巢村的本名很简单，只有3个字母，被翻译成埃兹。据说小村庄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因其迷人的中世纪美学和附近海域的壮丽景色而成为法国南部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除了惊世骇俗的景观，这座小山村还承载着许多精彩的故事，比如守护城内宝藏的金羊传说，尼采在此获得创作灵感而留下的尼采之路，瑞典王子的豪华行宫，以及电影大师捉贼记的取景地。另外，摩洛哥前国王与格雷斯凯利童话般的爱情故事，据说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一座古老的中世纪村庄，一砖一瓦都散发出浓重的历史感和古典的法国地中海风情。尽管小村里号称有近3000名村民，但走在村里几乎满眼都是商业元素。本地人大多把房子出租或卖给大财团，然后搬到山下居住，或者紧锁大门远走他乡。沿着狭长的街道在村中漫步，小路两旁的古董店、艺术画廊、时装店、纪念品店、特色咖啡店和酒吧、餐厅等一个接着一个。与国内商业气氛浓重的旅游景点不同的是，在埃兹小村里几乎听不到喧嚣的叫卖声，也看不到商家揽客的身影。别看埃兹小村庄现在古朴而宁静，其实这里也遭受过很多战争的洗礼。不难看出，这座小山村是属于防御型的山城，村口的古城门就是抵御外来侵略的第一道屏障。城门前的沟河和吊桥早已被填平，村里的街道蜿蜒曲折，好像迷宫，小路两旁的建筑都很有沧桑感。也许是因为站在埃兹村里可以享受360度完美的地中海全景，可以会当林绝顶放松身心净化心灵，所以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在此安家落户。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尼采一生坎坷，疾病缠身，长期孤独，但是小山村埃兹却是他的最爱。他住在村里，经常在崎岖的山路中漫步，地中海的美景不断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为了纪念他，通向山顶的一条小径被命名为尼采之路。1923年，小提琴家巴洛科维奇第一次游览埃兹时，一只金色绒毛的山羊将他引到一间农舍前，他感到这是神的旨意，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间农舍，并改建为金羊城堡。1926年，他迎娶了美国前总统的大女儿。金羊城堡后来几经转手，最终被当时的摩洛哥王子顾问买下，并改造成了依山台阶式的豪华5星级酒店。同在1923年，瑞典威廉王子也在这里建立了行宫，而且一住就是30年。另外，于1772年开始使用的圣母升天教堂，则是小村庄最为突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当你登上山顶，可以看到一座异域情调的植物园，这里聚集了来自美洲和非洲数百种奇异的植物。植物园中，除了这些奇花异草之外，还有许多法国雕塑家理查德所创作的地球女神的雕像。其实这山顶上原本是一座防御城堡，不过在1706年西班牙战争期间被路易14的军队彻底毁坏。站在城堡遗址的观景台上，可以欣赏美丽的未来海岸。也许这就是埃兹小山村的魅力所在。怎么样，你喜欢吗？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